离开纸醉金迷的大阪，前往45公里外日本的千年古都。京都是以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原型建造的城市，也是日本的文化根基所在。面积827平方公里，人口146万。在京都停留了2天，游览了烟火气的市中心、日本天皇的寓所以及幕府将军的住所，同时也是近代日本历史最重要的大政奉还现场。政权和平的交替，才有了影响日本至今的明治维新。那么接下来跟着阿珂的镜头一起探索这座日本的长安城。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今天呢，我将离开大阪，前往距离大阪呢只有45公里左右的京都，它就类似于日本版的西安，而且它的建造也是反代我们古代长安城所修建的。它是在794年桓武天王迁都到京都，一直到1868年的明治天皇迁都到东京，一直都是作为日本的首都。京都呢，它也是属于京阪神都市圈，所以这边的交通是非常便捷的。在这里呢，就可以买地铁票，直接就可以到达京都了。价格呢也很便宜，才430。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京都。可以看到啊，局势、小桥流水，真的非常的古色古香。当时这座古城的建造，它是按照4行8门为一町，也就是在一个长方形里面呢有4行，每一行里面呢是有8户，4、8、32，也就相当于一个长方形里面呢是有32户。当时古城的规划以唐代长安与洛阳为蓝本，根据中国的风水4神相应为基础，迁都到这里，建造了东西4.5公里、南北5.2公里的平安京。平安京的北端，中央的大内里，也就是王城。自大内里开始，贯穿京中的朱雀大路，将平安京分为左京洛阳，以右京长安2部分。是不是觉得怎么左右颠倒了？这个疑惑就交给您来评论区解答。许多观众呢都很佩服我的知识储备，其实我和大家是一样的，只是通过网络来收集当地的信息。不过大家现在都是生活在信息的茧房里面，许多内容由于地区的限制而无法查阅。还好我有一个超强的软件NordVPN， 一键将 VPN 切换至不同国家。比如我想搜索与日本相关的历史，想看日本当地人是怎么记载马关条约的，用 NordVPN 切换至日本，轻松突破信息茧房。当然比起日本，我更好奇日本的日常娱乐生活，比如零食女友。大家别想歪啊，就是正常的陪你逛街、吃饭、聊天。Anyway, NordVPN 不仅能通过切换 IP 获取更多信息，无国界的观看想看的内容，而且还能保证上网的安全，特别是在外旅行，经常要连接公共 WiFi。NordVPN 加密我们上网的数据，保障密码、身份等各种敏感信息不被泄露，让不法分子无从下手。这款软件还适用于所有主流平台，一个账号就可以同时保护6台设备。此次 NordVPN 给我们频道提供专属折扣，使用屏幕下方链接订阅2年方案，享受69%折扣和额外4个月的服务，30天退款保障，无风险，快去试试看吧。ってしまえばきっとこの夏は充実するのもっと噂の Dreaming が忘れないででも気持ちを伝えてしまえばいつかこの夢は覚めてしまうだろう。100一杯的日本清酒，而且这个喝起来不是很呛的，比较顺口的。
有点我们那个甜酒的口感。步行街700日元的生蚝啊，还挺新鲜的。点了一个鸡蛋面，然后还有2个天妇罗，价格是44块钱。它是那个生鸡蛋打在面里面的。这个面呢是非常的有筋道的。但是日本的食物啊都是比较的偏淡的，当然它有很多调味料，但其实它的酱油也是比较偏淡的。不过这样吃比较健康。相当于腐竹里面包着饭，吃起来甜口的。这个是香菇啊，哇，香菇天妇罗还不错啊。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这边吃面到底要不要发出声音？但我发现很多人吃面他也没有发出声音啊。但不管了，因为我是看日漫的。行走在这个京都啊，就仿佛穿越回长安城一样啊。特别是这种4行8门字，而且都是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反而这边好像比我们把更多的中华文化给保留下来了。前面呢就是京都的中央，京都御所，也就是皇城的所在地。可以看到皇城所在地的旁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方块的居民楼。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这座千年古都的中央花园，它的名字叫做京都御苑，顾名思义就是以前皇帝的花园，而皇帝的居所就在这个花园的中心。这整座花园呢占地是0.65平方公里，它的南北长是1300米，东西宽呢是700米，总面积是0.65平方公里。现在来的季节不对啊，要是在3月份来的话，这边呢是开满了樱花、桃花的。这个御花园啊，现在更像是一个市民花园，它是对外免费开放的，而且看到很多市民呢都在里面晨运锻炼。这里呢就是京都御所，也就是500多年间天皇的实际居所，直到1869年明治天皇才搬到了东京。现在已经来到了京都御所的里面了，这边也是免费参观的。看这些建筑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国的唐代？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段话啊：想看唐代的话去日本，想看明代的话去韩国。日本的天皇呢是万代一系的啊，就没有断过传承的。中国人可能比较难的理解啊。最早有文字记载呢是在公元689年，也就是我们的武则天时代。他们日本颁发的飞鸟禁御原令。日本的天皇在这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只是吉祥物啊，没有实权的。跟我们中国的中央集权不一样，在日本呢，它的地方的自治权是很大的。当然，这也导致了长达600、700年的武家时代。無邪気なままの熱で现在从京都御所走出来了，这边呢是京都御苑的左侧，当时呢应该被称为左京，那一边被称为右京。当时的整个平安京它是按照唐代的洛阳长安城仿造的啊，当然是缩小版啊。可以看到它的布局就像一个围棋一样的，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这里呢是距离京都御所1.7公里的二条城。它是江户幕府的第1代将军德川家康在1603年所建造的，意在保护天皇。其实形容成挟天子以令诸侯更为贴切一点。Thank you。
在皇宫都不用买票，来到了将军府，结果还要买门票啊，价格呢是1300日元。可以看到啊，将军府居然还有护城河，在王宫都没有的。这里就是2条城的布局图，可以看到它还有2条的护城河的，哇，真的是比皇宫的守卫还要森严。统治日本长达200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就是在2条城这里结束的，也是长达600多年的武家时代的结束。我身后的二之王殿呢，就是日本近代史最重要的时刻——大正奉还的历史现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里面呢是不给拍摄的啊。想想那个时代，幕末的黑船事件，然后受到黑船事件启发的坂本马龙促成了萨长联盟，然后萨长联盟的倒幕，才促成了江户幕府的大正奉还，开启了明治维新。想想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对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这里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课本里面所提到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是同一时期的，而它却成功了。当然，对外扩张、军国主义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那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明治维新的始末吧。当然，我个人的理解是有限的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出错误的地方。与周而复始的封建王朝一样，逃不过200-300年生命周期的魔咒。守国200多年的江户幕府，阶层固化、土地、粮食、经济等等社会问题日益激化。而美国的黑船来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思潮涌现，以一大批坂本龙马难的有志青年促成了萨长联盟，各个藩国联合组成倒幕派，德川幕府被迫大政奉还。日本开启明治维新，也是19世纪末亚洲为数不多变法改革成功的国家。我们现在常用的词汇，社会、经济、革命、哲学、法律、医学、文学、电话、电报等等，甚至警察、人权、特权、社会主义、共产党这些词汇，也是明治维新时期和制汉语对汉语的反哺。